杜特尔特跟政治盟友翻了脸呢，坚持反对南海仲裁案。他今天救自己，未来可能就是救了菲律宾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呢，菲律宾这总统杜特尔特跟他的老哥们儿吵起来了，这吵得还挺上层次啊。他那老哥们儿是谁呢？是当地老帅哥帕奎奥，而且呢身份挺高，是菲律宾执政党的党主席。这个帕奎奥长期以来一直算是杜特尔特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。当年杜特尔特是排除众议啊，强硬的禁毒啊，还有争取恢复死刑这两件事儿，很多势力反对啊，这个玩意儿跟西方价值观不一样啊。最后是这个帕奎奥死撑杜特尔特，算是并肩战斗的战友。杜特尔特这几天是一直在抨击这个帕奎奥，说他想问题简单的，考虑问题肤浅等等等等。这个帕奎奥呢要求这个道歉，结果菲律宾总统府啊高调回应，说总统就不会向帕奎奥道歉，因为没理由啊。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两个人他怎么就吵起来了呢？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理由是帕奎奥说杜特尔特对中国太软弱，结果杜特尔特急了。当年国防部长因为这个问题说了要跟中国对着干，结果被杜特尔特骂回去了。外交部长要跟中国挑事也想对着干，最后杜特尔特骂的外交部长找王毅叫他哥。现在这个帕奎奥又来这套，那杜特尔特必须急呀。因为杜特尔特跟中国解决南海问题这态度呢，一直是采取一些缓和关系的措施，并且他反反复复多次宣布，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那个结果就是废纸一张，就应该扔进垃圾堆了。这些话都是中国愿意听的，但是菲律宾国内来讲呢，他这些话就得罪不少人，这是反对派针对杜特尔特发起攻击的一个主攻方向。所以呢，杜特尔特就更不可能容忍自己身边的盟友给自个儿身后再捅上一刀。那么今天看来呢，杜特尔特就有点背水战的意思了。除了南海问题上得罪不少人，扫毒的时候还大开杀戒，干掉不少毒贩呢，又被海牙国际法庭给盯上了。如果说杜特尔特这次政治上失败了，那么反对派一上台，对他个人的打击报复，可能是扣个叛国或者人道主义罪名，把他送进监狱关几年再说。如果反对派上台，还有更大的问题，就是政治上有可能做一个大幅度调整，尤其在南海问题上要跟中国再次对立。因为这么多这个人反对杜特尔特的理由就是你对中国太软嘛，那么反对党上来以后，肯定对中国要采取一个更强硬立场，而且要保证自己的强硬立场面对中国能够有效，还一定会把美军引过来。所以你看吧，对比一下就知道了，杜特尔特在任，菲律宾的状态是什么？是跟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，但是无论菲律宾怎么坚持不退让，只要是把问题放在两国之间，跟中国和平的去谈，那么不让美国等国介入，两国都可以面对面的好好谈下去，菲律宾就可以有经济发展，有安全保障，有尊严。如果反对派上了台，那么有可能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跟中国继续有领土领海争议，并且这个领海的争议变成冲突，有可能爆发战争，被解放军胖揍一顿的可能性极大。经济发展和尊严就不要再扯了，因为你一定要把美国拉回来的话，美军一来，你菲律宾还得交保护费，还要回到半殖民状态。老杜要自救，其实呢也是想救菲律宾，他靠上中国这条大船，他不想下来，也想把菲律宾这条船拉上中国，一起靠在一起，两艘船一起航行，是要给菲律宾谋一个未来的。所以呢，为了个人考虑，也为了国家考虑，他很有可能要参选下一届的副总统。如果成功了，他的党胜利了，菲律宾还能够继续获得更大的一个机会。如果老杜失败了，那么菲律宾自个儿要倒霉。只不过我们将来解决某些问题的时候，就更不需要顾及谁的脸面。当然了，为了竞选成功，老杜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在领土问题上更坚决的态度给国内看。我们这边呢也要耐心，也用不着指责老杜是翻来覆去，我们需要给老杜留一点点操作的空间。好，关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